当地时间23号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出席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长达5个多小时的听证会，宛如对 TikTok 严刑逼供，就连美国媒体都近乎惨不忍睹。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在内的媒体一致认为，一场听证会下来，能确定的是，美国政府围堵 TikTok 的心意已决。We do not trust TikTok will ever embrace American values. TikTok has repeatedly chosen the path for more control, more surveillance, and more manipulation. Your platform should be banned. 这是美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斯在此次听证会上的开场白。他大言不惭地说，无论 TikTok 说什么，美国国会已经认定了禁用 TikTok 这个结果。TikTok 虽然有10亿全球用户，在美国月活数量已经超过 1.5 亿，约占美国人口的1半。这场马拉松式的听证会持续5个多小时。周受资本人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之间的利益关联，是这场听证会上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面对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狂轰滥炸式的提问，周受资反复强调 ，TikTok 致力于保护美国用户数据，防止所有不必要的外国访问，并将保持内容不受任何政府的操纵。TikTok will remain a place for free expression and will not be manipulated by any government. We will be transparent.And we will give access to third-party independent monitors to remain accountable for our commitments. 然而，美国政客早就对 TikTok 做出有罪推定，因此他们毫不尊重周受资的发言权利。整场所谓的听证会沦为带有强烈偏见的美国政客们的意识形态秀。Any ByteDance employees in China, including engineers, currently have access to U.S. data. Congressman, I would appreciate this is a complex topic.Today, all data is stored by default. No, it's not that complex. Yes or no, do they have access to user data? Congressman, I have seen no evidenc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ccess to that data. They have never asked us. We have not provided. Well, you know what? I find that actually preposterous. 甚至还出现了听证会主持者拒绝周受资辩解的荒诞一幕。You damn well know that you cannot.protect the data and security of this committee or the 150 million users of your app, because it is an extension of the CCP. And with that, I yield back. Can I respond, Chair? No, we're going to move on. 听证会现场还出现了让所有人啼笑皆非的一幕。Mr. Chu, does TikTok access the home Wi-Fi network?Only if the user turns on the Wi-Fi. I'm sorry, I may not understand the... So if I have a TikTok app on my phone and my phone is on my home Wi-Fi network, does TikTok access that network? It will have to access the network to get connections to the internet, if that's the question. 一些 TikTok 用户看完后在平台上直呼尴尬，他们替周受资打抱不平，指责出席听证会的美国议员们不仅不懂科技和年轻族群，甚至还不让周受资把话说完。听证会结束后 ，TikTok 发表一份声明，批评出席听证会的美国政客是在哗众取宠。一名 TikTok 的发言人说，今天同样没有被委员会成员提及的是 TikTok 上500万商家的生计，还有一个受 1.5 亿美国人欢迎的平台被禁，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意味着什么？周受资向字节跳动员工发布了一份内部信，他表示，这次听证会充满挑战，和预想的一样，没有给 TikTok 留下多少澄清事实的空间。5个多小时的会上说了很多，自己还在消化中。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指出，这场听证会事实上就是美国国会对 TikTok 的批斗大会。报道指出，经过艰难的听证会后，议题基本上又回到了作证开始前的状态。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坚信 TikTok 是对国家安全的急迫威胁。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周受资精心准备了一些论据，例如在回答数据安全问题时，他列举2018年脸书等美国企业利用剑桥分析公司的第三方应用套取用户隐私的案例，表达了美国公司在用户隐私上的记录不佳。但听证会上没有议员愿意听周受资辩护。这次听证会整体的基调是反映了美国政府一贯的霸道做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美国已经对 TikTok 预设了立场，所以这次听证会美国方面的表现呢，就显得比较乏味。从 TikTok 管理层的反应来看，还是可圈可点的。一方面就是展示了 TikTok 先进的数据保护模式，另一方面就是这次听证会 TikTok 也明确了
展示了中国政府在数据安全问题上的负责任立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这场听证会上50多名跨党派美国议员们展开了罕见的团结，他们轮番指责 TikTo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美国政府已经患上了 TikTok 歇斯底里症，已经铁了心禁止这款在美国年轻人中受到高度欢迎的应用。现年40岁的周受资在新加坡出生和长大，曾在新加坡军队服役，之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商学院接受教育。早年他曾在高盛和一家亚洲风投机构工作。在加入字节跳动之前，周受资曾在小米公司工作过6年。2021年5月被任命为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最近几个月，周受资多次与美国的议员、智库领导人和记者会面，试图为 TikTok 辩护。周受资团队还在听证会之前模拟了无情审讯的种种可能状况。外界注意到，虽然美国政府不断渲染 TikTok 威胁其国家安全，但至今仍然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证据。实际上，过去的2年多 ，TikTok 已经向德克萨斯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即在美国国内开展数据运营，并允许外部各方审查其代码，以帮助缓解美国对其所有权的担忧。但在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了2年的谈判后，白宫仍在上周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而上一次 TikTok 面临类似的威胁是在2020年8月15号，当时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出售 TikTok。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在华尔街资本市场 ，TikTok 遭到了包括微软等众多美国科技资本的围猎，但其后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实际上，美国的同行也是长期在 TikTok 背后使坏的势力之一。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刊发长文，揭露脸书母公司 Meta 雇佣美国最大的亲共和党咨询公司之一 Targeted Victory， 在全美各地发布消息抹黑 TikTok， 掀起反对 TikTok 全国性运动的行为。美国商业内幕杂志网站近日刊发一则评论指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可能正在悄悄庆祝美国政府再次威胁要禁止 TikTok 的消息，而且相关消息一经披露 ，Meta 的股票1个上午就涨了3%左右。在听证会中，美国议员对 TikTok 的数据保护模式也不感兴趣。那么，我想美国打压 TikTok 的真实顾虑呢，应该是 TikTok 在新的数字经济这种模式下展现出的优势的地位，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中方多次敦促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近期，美国对 TikTok 一路穷追猛打，美国国会议员对 TikTok CEO 周受资的严厉拷问，更是将舆论推至了高潮。外界也高度关注中方对此的回应。我们就注意到，中国商务部、外交部是连续2天就此阐明了严正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寻求禁止 TikTok 是仇外的政治迫害，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依法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美国政府迄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却一再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的围追堵截，在全球范围内也产生了涟漪效应。3月21号，荷兰和挪威宣布禁止在其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意大利监管机构也宣布对这款视频分享应用程序展开调查，成为加入围堵 TikTok 的最新一批国家。据路透社3月23号报道，据英国政府设备实施类似禁令后，英国议会也将在其所有网络设备上屏蔽 TikTok， 理由也是出于所谓的安全考虑。拜登政府是把清洁网络计划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推进，在力度上应该说是更强了。因此呢，这些中资 APP 在美国运营的短期来看前景，不是很乐观。但是呢，像TikTok 这样的中资 APP 为美国的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这么一种平台。那么拼多多这样的中资 APP 也为美国的公民提供了个体创业的这么一种平台。他们呢还支持了大批的美国供应商。应该说呢，也反映了中美经济依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合作也可以合作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周四在美国听证会备受各界关注。管先生，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按照《纽约时报》今天的说法呢，极少有外资企业的 CEO 在美国国会听证。那么上一次是在13年前，当时的丰田汽车的总裁丰田章男就涉及数百万辆汽车的召回议题来接受美国议员的质询。那么 TikTok 新加坡籍的 CEO 他成为外籍老总在美听证的第2人，这呢也是拜 TikTok 它作为现象级国民应用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所赐。那么周受资他在听证会上也再次强调 TikTok 在美国的月活用户高达1.5亿，在美员工呢7000人，500万家美国中小企业成为 TikTok 的商户，那这些都是 TikTok 它取得美式成功的数字见证。但是这场马拉松听证会估计呢也是40岁的周受资他平生最漫长也是最煎熬的5个小时。美媒报道提及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是英文 grill， 也就是拷问，甚至可谓是劣势的拷问。那么留给每个质询议员的时间是5分钟。面对轮番上阵的40多位发问的议员，那么这位 CEO 他在回答过程中一再被粗暴打断，很多次被告知只能回答 yes 或者是 no。这场听证会以数据安全作为名义，聚焦国会如何来保护数据隐私、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等等。对此呢，周代表 TikTok 他做出4点回应：第一，把保护儿童安全作为企业的首务；第二，建立企业的防火墙，进一步保护数据安全，一支15亿美元推进 Project Texas， 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德州项目；三，就是强调 TikTok 它的平台的独立性，不受政府的操控。那么4就是承诺运营的透明度，允许第三方独立机构监察等等。事实上呢，尽管这位华人老总他使尽了浑身解数，甚至呢他也打出所谓的情感连结牌，强调自己是在美国的商学院受教，娶了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太太，并且呢一家4口长期生活在那里。但是看来这些个努力都没有能够奏效。彭博社早早就预言这是一场赢不了的听证会。今天呢，彭博社及时分析标题也声称说 TikTok 的 CEO 没有能够安抚急于下封禁令的美国议员们，而一家名为好莱坞记者的这个网站，它的及时的标题就更加耸动了。TikTok CEO 的证词终将激发美国国会对封禁令的一个更强大的呼声。那在我看来，出现这样一种论调一点也不奇怪。那么这实际上是由听证会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表演。为什么您认为这是一场听证表演？美国议员们在表演什么呢？主持这场听证会的是美国众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那么在听证会上参与拷问的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巴迪·卡特，他一开场就毫不掩饰地对州表示欢迎来到两党最齐心的委员会。那么卡特所谓最齐心的表述被《纽约时报》称之为罕见而且惊人的团结。那么该报强调指出的这个背景是，除了在贸易技术主导地位、乌克兰战事和对华强硬立场之外，那么拜登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遭到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个两党所谓共识的这个议程领域，除了俄乌冲突，其他呢都能和 TikTok 关联上。所以这场听证会就成了美国两党议员们的集体表演，在集体表演对华强硬。发难 TikTok 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一个表演题材。那么 TikTok 之争当然不只是一家全球化企业的命运沉浮，放到中美关系更大层面来看， TikTok 之争的实质呢，被英国金融时报解读成为中美这2个大国对于 TikTok 算法的控制权争夺战，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拉锯战。那么这实际上也并不是英国媒体的一家之言，实际上呢，已经成为西方媒体的一个共同叙事。CNN 标题就惊呼所谓美国人口袋里的新冷战 The New Cold War in Americans' Pockets。华盛顿邮报呢则声称说 TikTok 已经在滑向全球前2大经济体地缘政治紧张对立的一个中心位置。有鉴于此呢，被 CNN 称作是 TikTok 的歇斯底里症，现在正在华盛顿全面大爆发。甚至呢，听证会还没有揭幕，早就有议员在急不可耐先登场表演了。周三，美国众议长麦卡锡公开宣称支持封禁 TikTok， 政府官员呢也无意让国会山来垄断表演。国务卿布林肯声称 TikTok 应该以某种方式被终结，
而下辖外国投资委员会，也就是 CFRUS 的美国财政部，他呢也在听证会当天发布跨部门的声明，强调捍卫国家安全，不会放行任何有国安疑虑的外来投资案。商务部发言人周四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强调坚决反对强制出售 TikTok。今天，外交部发言人也强调反对美方无理打压、搞政治迫害。那么 ，TikTok 在美业务将面临怎样的前景呢？我注意到，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昨天回应深圳卫视记者的提问，被外媒广泛转载报道。CNN 昨天还直接把束觉婷的回应表述做进了标题，中方强调坚决反对强制出售 TikTok。今天毛宁的回应也对美方的动作有多个定性，包括有罪推定、无理打压乃至仇外的政治迫害等等，明确宣示了中方的立场。路透社刚刚发自华盛顿的电稿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周四在向参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对于中方重开经贸磋商持开放态度。但是呢，戴琪又在老调重弹，声称美方将会基于所谓强势立场，在基建、半导体、清洁能源技术等等领域和中方全面竞争。此前，包括美国的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等多名白宫的阁员，他们都已经表达了访华的意向。相信如果他们成行的话，中方一定会就 TikTok 的事态来直陈中方的立场，坚定捍卫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那么毫无疑问现在是 TikTok 它在美国的业务高度承压的一个困难时刻，未来确实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已经放风，可能会禁止该应用程序，或者呢强迫它出售。当然呢，也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也就是重启已经陷入停滞的谈判，为美方强加强炒的所谓数据安全的有罪推定，来找到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从经济议题高度政治化、安全化的这一次听证会的演进来看，现在要实现第三种可能性，令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平稳落地，应该说难度相当高。在华盛顿 TikTok 歇斯底里症越来越狂热之际，在中美芯片战、科技战越发激烈的大背景之下， TikTok 在美国注定面临一场严酷的命运之战。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跌至38%，接近他担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美媒认为，这与其治下通胀高烧难退、近期银行业有岌岌可危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近日再次释放该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希望访华的消息。然而，美方又故技重施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行径。23号、24号连续2天，美国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军方也连续2天作出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美舰擅闯中国西沙领海发表谈话表示，3月24号，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再次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美军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我们严正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径，否则将承担由此引发不测事件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更为恶劣的是，这是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连续第2天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方以国防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方式对美方发出警告。相比之下，前一天是由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发表谈话来进行警告。米利厄斯号所属的美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声称，该舰是在进行所谓例行航行，这是美方炒冷饭的说辞。外界注意到，米利厄斯号服役已经30年，是美国阿利伯克级的第19舰，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这一款军舰属于美军主力型号，满载排水量超过8000吨，安装有96单元的导弹垂发系统，并配备多种传感器和处理系统等，兼具防空、反潜、公路能力。实际上，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巡洋舰等，是美军在中国周边打着所谓自由航行幌子耀武扬威的惯犯。2021年11月23号，米利厄斯号过航台湾海峡。当时媒体发布的一张卫星图片显示，一艘解放军054型导弹护卫舰紧随其后。
值得注意的是，米利厄斯号上周末曾与日本的爱宕号导弹驱逐舰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反导防空演习。这意味着米利厄斯号在结束与日本自卫队的联合演习后，就立即赶往南海，并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时事评论员邵永林表示，根据1996年中国政府公布的西沙领海基线示意图，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构成了一圈闭合环线，三沙市政府所在的永兴岛是其中最大的岛屿。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条例规定，外军舰机穿越他国领海前，应事先向他国政府通报，并全程保持应答机开启、禁止起降舰载机、关闭火控雷达等状态，在他国舰机监视下以示无害穿越。很明显，这次米利厄斯号擅闯中国西沙领海，再次印证了美国的双标风格：一边口口声声说中美两军要管控风险，另一边却不断在中国周边海域挑衅。美方所说的管控风险是假，挑衅才是真，试图呢刺激中国做出激烈的反应，然后呢他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通过呢卖惨，在国际上呢对中国进行大肆的抹黑和攻击，炒作中国威胁论嘛，然后呢以此为借口让自己的舰机呢更多的更深的进入到南海来不仅如此美国还会以此为借口呢在南海去拉拢了更多的国家，组建了遏制中国的联盟嘛，那这才是呢美国真实意图但是呢中国不上当中国呢依法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这使得呢美国的企图呢始终无法得逞近日，美国即将重新规划战斗机部署的消息也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在3月23号的报道中称，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向中东派遣老旧但足以保护那里利益的 A10攻击机，以取代目前驻扎在该地区更先进的飞机。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拉阿里·斯图兹里姆声称，当务之急是将最合适的飞机派往太平洋，以应对更高的威胁挑战。因为美国及其一些盟友对中国可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扩张表示担忧。报道还提到，根据五角大楼去年发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华盛顿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和最严重的挑战。五角大楼的重点就是要应对中国，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来满足这一要求。观察指，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的隐身战机已经达到至少150架，再加上美军航母2栖攻击舰舰载 F-35隐身战机，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军在全球部署隐形战机数量最多、机型最全的地区。此外，美军还在阿拉斯加、关岛等地部署有 B-52H 战略轰炸机、B-1B 战略轰炸机以及其他作战飞机，执行所谓隐形战斗机加战略轰炸机的敏捷作战计划。有分析认为，美军在其战略图谋下的借机布势，将对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挑战。美国这么做呢，很明显是在进一步加大对中国遏制的力度为此呢，美国都不惜从其他战略方向呢进行收缩，将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部署到中国周边。近些年呢，美国各个军兵种呢都在围绕着未来呢如何和中国呢进行作战采取了新的战法嘛。看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呢，为此呢都把主战坦克呢全部淘汰了而是呢改用先进的海马斯火箭炮、防空导弹系统、岸舰导弹系统呢实施海上机动作战。美国陆军呢为了在西太平洋进行作战呢，现在呢更多的强调了远程武器的发展美国现在呢就是在不断的搅动了地区局势，使得呢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呢变得越来越紧张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咨询公司兰德公司在最新公开的一份报告中，还试图剖析解放军的实力。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国防部是兰德公司研究报告的主要赞助方之一。但从业务角度来说，兰德为服务美国政客和军方的战争准备方面，报告整体的论调展示出，中国虽然武器装备有一定发展，但在软实力方面还有所欠缺，无疑在当下是相当符合美国政治正确的。兰德公司的许多报告过于迎合金主五角大楼而有失公允。此外，报告也显示，兰德公司所引用的部分数据已经完全过时，无视了解放军当前的新面貌。无论是渲染中国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还是鼓吹战时中国与美国依旧保持有巨大差距，其背后暴露的都是美国霸权思维下的战争和和平观。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游说美国会批准想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的仍然是对抗中国。布林肯当地时间22号呼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同意拨款1.5亿美元，以使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按照布林肯的说法，教科文组织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很重要，他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中国目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的单一出资国，这意义重大，而且我们甚至都不在谈判桌上。布林肯还强调称，美国不参与其中，就失去了塑造该组织行为的机会。法兰西24电视台在报道标题上直指，布林肯这番游说是为了对抗中国，担心中国制定规则。针对美国扬言要重返教科文组织，3月24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道，美国曾2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如果美国想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希望美方的初衷是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国际机构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平台，不是推行地缘博弈的战场。如果美方真心客观评价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作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如果美方是为了平衡、限制中方的影响而重返教科文组织，只会让各方质疑美方是换汤不换药，仍旧把美国第一置于国际公益之上。美国它是作为2战以后这个国际机制的这样一种主导者的话，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它是从这个维持美国这个全球的所谓的霸权地位来看待国际机制的。实际上，它体现出了美国，它是在用一种对抗性的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思维去看待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的这样一种问题上的一种关系。为了向国会要钱，美军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声称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战力弱，并鼓吹加强对台军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日前宣称，如果国防预算缩减，将迫使美军减少穿越台湾海峡。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表示，将确保对台军售及时交付。美国印太司令部也打着强化在台海战力的旗号，申请增加军费。中国国防部日前曾就美台勾连表示，反独促统，台湾当归。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23号出席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时渲染称，中国是美国现今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战略对手，但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中美冲突既非不可避免，也不是迫在眉睫。而米利此次出席国防小组听证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在被问及如果国防预算减少对美军提供可靠威慑能力，特别是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活动的可能影响时，米利表示，这将迫使美军减少穿越台湾海峡与所谓航行自由、情报监测等行动，从而助长中国在地区采取行动的可能。美国白宫近日公布2024财年预算案，计划为美国国防部拨款8420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提出的最高军费预算。当前，美国军费开支已超过排名其后的9个国家军费开支总和。在高额军费的支撑下，美国持续搅乱世界，给全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84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申请中，美国印太司令部要了最大的一笔，超过150亿美元。印太司令部称希望获得更多的弹药和武器采购，包括先进的空中和网络防御。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获得的一份报告透露，美方有几场兵棋推演的结果显示，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美国将在1周内耗尽远程精确制导弹药。而从2024财年美国国防预算总体情况来看，美各军种都在着力推动军事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比如，美海军着力推进水上和水下无人机研发和部署，美空军继续加大 B-21战略轰炸机研发和采购等。而印太司令部要钱的主要理由，也是所谓的评估了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是一方面释放出来，美国事实上对台海紧张局势他们是深表忧心的，而且他们尤其是担心现在在两岸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也不断陷入紧张状态之下的话，会否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比如擦枪走火，或者因为意外不测事件引发军事冲突？这点对于美国而言的话，不仅是会扰乱它整个的全球战略布局，同时也会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害。另外一方面呢，也势必会引起中国大陆方面的警觉，或者说是我们的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美国的这种挑衅行为或者是这种言论要进行反制。
在美国的怂恿和干预下，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是加快了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的脚步。当地时间3月1号，美国国务院批准了新一轮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 F-16战斗机、机载导弹及相关设备，总价值6.19亿美元。不过，美国并不满足，还要提升对台军售效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样在23号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时表示，因为疫情与供应链压力，导致美国政府对外军售交付延宕，但美国国防部已组成老虎小组，专责讨论海外军售议题，定期讨论，以确保提供适合台湾所需的军事能力。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去年8月，美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签署成立老虎小组的备忘录，调查美国在向其他国家销售昂贵军事装备方面存在的低效率问题，以加快对外军售相关流程。不过，美国媒体指出，五角大楼无法干预国务院和国会的程序，新成立的老虎小组只能在军队负责的程序里提高效率。其实美国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它的零部件，甚至它使用的一些导弹或者是炮弹中的使用那种高爆炸药，其实都是中国生产的，或主要是从中国进口的。那么由此我们看到，过去俗话讲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那么美国如果要打这么一场战争，或者是认认真真做这么一场准备的话，那其实它需要投入巨额的资源。那么应该说，对于中美两个大国而言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找一种和平的共处之道。尤其是美国不要在中国的核心国家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上，不断的发起这种无谓的挑衅。此外，美在台协会日前宣布，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将接任该机构主席。路透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罗森伯格的一大工作重点是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各阵营候选人保持沟通管道。同时，罗森伯格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接触台防务部门，降低岛内对美国政府推动加强台湾不对称防御战略的阻力。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想卖台湾什么武器，台湾都得接着。而美国拉拢盟友介入台海的动作也值得警惕。据日媒报道，日本外务省预计将于4月发表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日本共同社获得的草案显示，在新版蓝皮书中，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措辞较过往更为强硬，载明中国影响力宪章，其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成为日本和国际社会极为关切事项。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还提及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很重要，并将台湾地区成为日方极为重要的伙伴和朋友。澳大利亚方面近期也有一些所谓的评论人士或专家在台湾问题上混淆是非、误导舆论，再次鼓吹起中国威胁论，甚至炮制澳对华开战的谬论。对此，当地时间3月23号，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在悉尼先驱晨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再次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对台政策。他将炒作渲染澳对华开战论调之人比作像风车冲锋的堂吉诃德，完全就是在同不存在的敌人战斗，既不利于地区问题稳定，也不利于澳方自身利益。肖谦还在文中告诫澳方，中澳开战是不现实的，两国关系应当是互利共赢的。澳大利亚真正需要的是机遇和伙伴，而不是威胁和假想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以来，中澳关系出现缓和迹象。根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3月22号，中国国防部工作组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与澳方举行第8次中澳国防部工作会晤，增强了相互认知，有利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近日也表示，在美英澳达成的3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中，澳大利亚绝对没有向美国做出参与台海冲突的承诺。澳方对协议提供的核潜艇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假如说在未来美国的推动之下，澳大利亚要做出这种铤而走险，跟美国走在一起，甚至介入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那么这点中澳关系不仅要遭到重创，而且势必会对澳大利亚本身的利益造成这严重的损害。但我们看到了，幸运的是，近期以来，新的澳大利亚政府在中美之间开始选择一个更加平衡的这么一种政策姿态。也在台湾问题上比前一任政府变得更加谨言慎行。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在这条路上继续稳步的推进。据洪都拉斯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22号率特使团出发前往北京，按照洪总统卡斯特罗的指示，与中国商讨建交事宜。洪外交部有关人士透露，特使团成员包括卡斯特罗家族最亲近的人员，洪都拉斯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霍腾西亚·塞拉亚和国会议员卡洛斯·塞拉亚。二人分别是总统卡斯特罗的女儿和总统丈夫塞拉亚的弟弟。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分析称，特使团前往中国意味着该国可能即将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命运已定。23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洪外长访华有关事宜表示，中方欢迎洪方积极表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欢迎洪都拉斯政府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表态，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洪都拉斯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